我开了一个宠物沟通直播间，连麦时，富家大小姐迫不及待炫耀她10几万买的卡皮巴拉，这可是纯种，情绪十分稳定。我却说你被人骗了，它一点也不稳定，还可能攻击人。大小姐不相信，非要跟我打赌，要是今天卡皮巴拉没攻击人，你就等着被封号吧。下一秒，卡皮巴拉突然暴怒，直直朝着大小姐冲了过去。我能听懂兽语，所以开了一个宠物沟通直播间。我的沟通准确率高达100%，现如今在短视频平台有几万粉丝，也算小有名气。今天我照常打开直播，开始连线网友，欢迎各位宝子，大家想沟通的话可以申请连线哦。一开播，直播间就飘起了弹幕，慕名前来。听说主播堪比怪伊杜立德，我要申请连线，想知道我家猫咪的小脑瓜到底在想些什么？能相信宠物沟通的人，估计智商不超过70。赞同楼上，谁不知道宠物沟通就是智商税啊？看到弹幕，我没有过多解释，我更喜欢用事实说话。第一个连线的是个阿姨，她半信半疑的问主播：“你真能沟通吗？我家豆豆最近总是咬自己，你能帮我问问他怎么了吗？”你把摄像头对准豆豆，镜头一阵摇晃后，一只胖乎乎的小泰迪出现了。它乖巧地蹲在阿姨旁边，不吵不闹，一看就是善良的姚丽蓉。不过它的样子很是奇怪，不仅全身的毛被剃光，脖子上还带着纸壳子。因为阿姨养得太好，泰迪肚皮圆溜溜的，活脱脱像一只小猪。小狗一出现，网友们顿时发出爆笑：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！谁家的卡车停在客厅了？更有网友辣评：4根筷子插在冬瓜上，就连我这么有职业素养的人也没忍住轻笑了一声。阿姨也不生气，反而笑嘻嘻的开始解释，因为豆豆总是咬自己，我担心它身上有什么跳蚤之类的寄生虫，所以就把毛都剃光了。我看别人都会给狗戴什么伊丽莎白圈，我就用纸壳子剪了一个，防止它咬伤自己。说话间，泰迪背靠在阿姨的腿上，使劲上下蹭，动作又滑稽又搞笑。阿姨满眼都是宠爱，骄傲的展示，这是豆豆最近新学的技能，别的小狗都不会呢。我开始和泰迪沟通，得到答案后，我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。小狗背上被蚊子叮了，它又挠不到，只好咬自己来止痒，结果你又给它套了纸壳，它怎么也挠不到，现在已经痒得不行了。新技能也是被迫才学会的。听完我的话，阿姨也没忍住笑出了声，原来是这样，没生病就好，没生病就好。她伸出手给泰迪挠痒痒，只见泰迪露出舒服的表情，还时不时哼哼唧唧2声，显然舒服的不行不行。网友早已笑成一团，满屏都是哈哈哈哈哈，孩子痒的不行。阿姨以为是新学的技能，逼得孩子都快会说话了，剃了毛更容易被蚊子咬了，但也有质疑的声音，这你们就信了？一看就是乱猜的，好吧。为了防止泰迪再被蚊子咬，阿姨贴心的给他穿上了一件花衣服，360度全方位给大家展示后，才舍得断开连线。第二个连线的是个年轻姑娘，她养了一只拉布拉多。大师，我想知道我家狗狗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孤独？我最近总是在加班，10点多才能回家。我点点头，开始和拉布拉多沟通，她却说还好吧，不是很孤独，但有人抢我的饭，睡我的床，还闻我妈的牛仔裤。我愣了，虽然不懂最后一句的意思，但我还是如实转述给了女孩。女孩傻眼了，主播你别吓我啊，我一个人独居的，我靠，家里不会进人了吧？还是个变态。网友也被吓到了，好吓人啊，家里不会真的有人吧？独居女孩会被变态盯上，小姐姐一定要小心啊，要不要报警啊？太恐怖了，楼上报警也没证据啊。我冷静下来分析，要是陌生人的话，拉布拉多早该警惕起来了，不可能这么淡定，要么是熟人，要么就是其他什么东西，对女孩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。看着弹幕，女孩有些害怕，呜呜，主播我家里是不是真的进人了？我赶紧和拉布拉多继续沟通，却得知这个人此刻就在女孩衣柜里躲着。女孩被吓到了，赶忙打电话叫男朋友过来。我不敢挂掉直播，大家能不能陪我等男朋友过来啊？我点头同意了，毕竟我也想知道衣柜里到底是什么。女孩的男友很快就赶来，他全副武装，还拿着棒球棍。宝宝别怕，我来了。鼓足勇气后，女孩的男友打开了柜门，同时挥动棒球棍，衣柜里却传来一声疑惑的猫叫，喵。网友什么动静？是猫。柜门彻底打开后，女孩看清了里面的东西，一只母猫，身边还有3只刚出生的幼崽。我悬着心落下了，还好不是坏人，这猫一声不吭，我没听到一点动静。不过它好端端的闻人家牛仔裤干嘛？女孩拍拍胸口，平复心情，吓死我了，原来是我前2天喂过的流浪猫，居然来投奔我了，还生了崽，谢谢大师，要不是你，我估计早都发现不了它。最后，女孩决定收养这家4口。这时，一个 ID 叫爱吃香菜的人给我刷了好几个跑车，要插队连线。我刚同意连线，对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摄像头，对准了一只棕色的动物水豚。直播间的网友看到后震惊了，居然是卡皮巴拉，真有人养这玩意啊！哇，好可爱，不知道是什么手感，想摸摸。我记得
得这玩意可不便宜，得花好几万吧。爱吃香菜眼尖的看到了这条弹幕，他勾起嘴角，那是我可是花了14万才买到的，这品相国内根本没有，这只是从国外购买的哦。说话间，爱吃香菜不经意露出背后金碧辉煌的3层别墅，然后弹幕沸腾了，我勒个豆，真大小姐啊！天空一声巨响，老奴闪亮登场，大小姐家门口还缺看门狗吗？我可以去。看着网友想尽花样在吹捧，爱吃香菜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他撩了撩头发，捂嘴偷笑，不用大家当奴才啦，我家有10几个阿姨呢，大家可以关注我哦，我会定期在粉丝群发红包。这下网友们更心动了。接着他转头看向我，主播，你应该没沟通过卡皮巴拉吧？正好他最近有点反常，不爱吃也不爱动，托本小姐的福，你今天可以沟通到了，你现在去问问他到底在想什么。爱吃香菜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，我皱了皱眉头，想要拒绝，但网友却很包容他，千金脾气大正常，要是我有钱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忘本，主播赶紧沟通吧，别惹我们大小姐生气了。就是，我点开爱吃香菜主页一看，他的视频要么是在炫富，定位在汤臣一品，要么就是各种整蛊卡皮巴拉，用情绪稳定来吸引流量。他靠富家千金人设和整蛊卡皮巴拉，在3天内成功起号，已经有10几万粉丝。见我迟迟不沟通，爱吃香菜没了耐心，你赶紧的吧，我1分钟上100万进账，耽误我时间你赔得起吗？我冷哼一声，大小姐是吧？走有钱人设是吧？分分钟100万上下是吧？今天我就让你原形毕露。简单沟通之后，我告诉爱吃香菜，卡皮巴拉说他生气了。听到这话，爱吃香菜先是一愣，然后抱着肚子笑不停，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你还真能胡说，谁不知道卡皮巴拉的情绪最稳定了？还说什么生气了？我看你根本不会沟通吧？我都要笑出眼泪了。大家快来看看，居然有人说卡皮巴拉生气了，弹幕一片嘲讽。我生气，卡皮巴拉都不会生气，下边也要有点常识吧？卡皮巴拉就是以情绪稳定出名的呀，主播你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先去小升初，终究是错付了。刚刚还以为主播真能和动物沟通呢，没想到也是个骗子。我无视这些弹幕，继续说道，你的主页账号里全都是欺负卡皮巴拉的视频，卡皮巴拉告诉我他已经忍你很久了。爱吃香菜对我的话嗤之以鼻，挂个宠物沟通室的招牌就真以为自己能和动物沟通，别搞笑了。为了证明卡皮巴拉情绪稳定，爱吃香菜故意让人牵过来一只柴犬，他附在柴犬耳边不知说了什么，下一秒柴犬张着嘴朝卡皮巴拉的脖子咬去，这只柴犬性子十分烈，那模样仿佛一只见了血的食肉动物，想要把猎物一击毙命。网友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替卡皮巴拉担忧。即将要被咬到时，旁边的人紧急拽住绳子，柴犬被勒住，但他依旧想要冲上去咬卡皮巴拉。那人又呵斥了几声，柴犬才呲着牙不甘心地退了回去。发生这一切的时候，卡皮巴拉一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好像真的没有情绪，不知道害怕一样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要被咬到了。不愧是卡皮巴拉，一点攻击力都没有，换作是我都想咬人了。卡皮巴拉却还是这么淡定，情绪太稳定了。想谈，爱吃香菜翘着2郎腿不屑道，看吧，土包子，我这只卡皮巴拉可是纯种，情绪稳定的不得了。不甘心的柴犬还在不停的叫嚣。突然，我捕捉到卡皮巴拉发出一丝奇怪的声音，那种声音和狗叫一样，混在其中很难辨认，但我却知道他生气了，不，更准确的说，他发怒了。我好意提醒他，你最好还是别这样做了。卡皮巴拉虽然情绪稳定，但毕竟还是野生动物，咬合力很强，受到过度惊吓可能会攻击人，而且他已经忍到极限了。爱吃香菜冷哼一声，咱们打个赌吧，他今天要是真攻击人了，我给你刷10个火箭，要是没攻击人，你就等着被封号吧。说罢，他开始让网友帮忙出主意，激怒卡皮巴拉。一开始，爱吃香菜故意用力揪卡皮巴拉的耳朵和胡子，卡皮巴拉依旧无动于衷，但他还不满足，又从别处抱来一只猫，放在卡皮巴拉的身上。猫没见过卡皮巴拉这种生物，陌生的气味让他感到不安，所以一直保持着炸毛弓背的姿势。他伸出指甲牢牢抓在卡皮巴拉背上，仔细一看，那指甲已经嵌入卡皮巴拉的皮肉里。部分网友已经开始心软，我觉得还是不要一直欺负他吧，毕竟是一条生命。楼上的最烦你们这种圣母了，没见你心疼一下父母。我也觉得别这样做了，卡皮巴拉都被抓出伤口了，万一真像主播说的，他急了咬人怎么办？爱吃香菜也看到了这些弹幕，但他只是朝着屏幕翻了个白眼。他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狮子的吼声，还故意把声音调到最大，听到天敌的声音，卡皮巴拉依旧没有动。爱吃香菜趾高气昂的对着屏幕说，这下信了吧，这人根本不会宠物沟通，还说什么生气咬人，笑死人了。喂，骗子，你现在是自己乖乖退网，还是让我把你号封了呢？但还没等我说话，爱吃香菜身后多了一抹黄色的身影，只见卡皮巴拉突然发出巨大的犬吠声，声音渐而急促，接着他开始疯狂乱窜。我知道这已经到了他忍耐的极限，现在他感知到危险存在，开启了防御。爱吃香菜也注意到了异常，他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来，仿佛看到十分搞笑的东西。
但下一秒他笑不出来了，卡皮巴拉不知何时窜到了他的身边，冲着他白皙的大腿张嘴咬下，顿时鲜血争先恐后的涌出来，爱吃香菜尖叫起来，啊！救命！快来人啊，把他弄走！两个男人冲进镜头，想要抓住暴怒的卡皮巴拉。卡皮巴拉瞬间反应过来，又开始到处乱窜，桌子凳子都被他撞翻在地，一片狼藉。他身形太大，跑起来更像一只野猪，没人敢直接抓他。爱吃香菜，生气了，我花钱雇你们来是吃干饭的吗？赶紧帮我拦住他！男人没好气地说：“大姐，我只是来帮你运营直播间，没说还要抓猪啊！”听到这，爱吃香菜捂着受伤的腿站起来想要逃跑，但卡皮巴拉没给他这个机会，他越过两个男人，用尽全力朝着他冲过去。爱吃香菜被撞翻在地，头重重磕到了地上，晕了过去。卡皮巴拉将后面3层别墅的背景撞出一个大洞后，一溜烟跑出了镜头，不知去向。这时，剩下的人才后知后觉，赶紧挂掉连线。下线之前，我赶忙提醒，别忘了我的10个火箭啊！此时弹幕已经炸了。我靠，卡皮巴拉这样是要把大小姐弄死啊！太吓人了，还大小姐呢？背景是假的，佣人是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亏我还相信她真的是大小姐。现在网上还有什么是真的？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主播早都提醒她别这样做，她不听，非要乱搞。就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，这下好了吧？自食其果。虽然卡皮巴拉情绪稳定，谁都能来欺负他，但爱吃香菜忘了卡皮巴拉还是一个野生动物，他本来就被折磨的发怒，爱吃香菜又故意放出狮子的吼声来吓他，这一下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，卡皮巴拉开启了自我防御，爱吃香菜自食其果，被咬伤大腿，最后那一下直接摔倒，后脑勺，不知道他以后还能不能正常生活。不过这都不是我要关心的了，网友还在激烈讨论刚刚发生的一切。我面无表情的点开下一个连线，对方一上来就敌意满满，刚刚几场沟通我看了，戏剧性拉满啊，这编剧可真厉害。我挑了挑眉，这是在说刚刚发生的都是我自导自演的剧本。卡皮巴拉暂且不说，我建议第一个大妈带狗上宠物医院检查一下，狗咬自己可能是得了犬瘟，得及时治疗，而不是相信什么宠物沟通师编出来的故事。哦，对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名宠物医生，你可以叫我林医生，是专门打假你们这些骗子的。林医生勾起嘴角，仿佛早已看穿我的套路。你说你能和动物沟通，那我想知道这只流浪狗在想什么。我看了一眼那只流浪狗，眼神乖巧无辜，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甚是可爱，心里却骂得很脏，死骗子，有妈生没妈养的庸医，你这狗的怨气还真不小。我刚想组织语言转述给宠物医生，却又听到另一只狗的心声。淡定，它活不过明晚，你明天就可以报仇。声音来自一只阿拉斯加，它懒洋洋地趴在林医生身后，眼睛却一动不动，死死地盯着林医生的脖子。或许是感知到了我的视线，阿拉斯加突然看向我，眼神冰冷，像一只伺机而动的毒蛇，仿佛在警告我别乱说话。我表面假装镇定，实际额头已经渗出汗珠。见我不说话，林医生以为我是被他唬住了。哦，大师这是沟通不出来，要翻车了吗？弹幕也开始了嘲讽，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这下不敢胡诌了吧？我就说宠物沟通是智商税，居然还有人花钱上当，每天上一当，当当不一样。林医生继续说道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就不要再继续骗人了。这样吧，你在直播间公然承认宠物沟通就是骗局，退还收到的所有礼物，我就放过你，也算是让你体面退网。我冷哼一声，退网是不可能退网的，今天是谁翻车还不一定呢。我沟通出来了。林医生一挑眉，一脸戏谑道，哦，那你说说他在想什么呢？既然他那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原话告诉他好了。他骂你是庸医，有妈生没妈养的骗子，顺便问候了你全家18代祖宗。林医生瞬间肉眼可见的红温了，他扶了扶眼镜框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还是失败了。你他妈会不会说话？我劝你立马给我道歉，不然我不仅让你被封号，还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。弹幕也开始一边倒，被拆穿就骂人啊！主播这么嚣张，户口本只有自己一个。亏我之前还相信你，替你说话，真是瞎了眼了。又一个宠物沟通师要完蛋了，坐等好戏开场，所有人都等着我被打脸。直播间涌进来几千人，十分热闹。有人扒出了我之前直播的。呵呵呵，笑死人了！主播这是在线发疯，莫名其妙的话，神经病。几秒后，林医生笑了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明晚要去干什么吗？我在跟踪狗贩子，明晚正是他们的狗车经过高速路口的时间，我已经向大家预告，明天直播去拦截狗贩子。我这一趟可是能拯救上千条即将被吃的狗。你说是我的死期？难道你和那群狗贩子是一伙的吗？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你为了博流量自导自演的骗局？说完，他就翘着二郎腿等着看好戏。我立刻反应过来，这货话里有坑。要是我说自己不是狗贩子，那就得承认自己是骗子，所以我选择保持沉默。这时，直播间涌进来一大批林医生的粉丝，你竟然敢跟狗贩子勾结？我看你长得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林医生累死累活就动物，你在这诅咒他要死，我看你才是要死的那一个。这些骗子的花样越来越多，我愿意做雪崩时的那片雪花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主播说这话真的很有狗贩子的嫌疑啊。
这时我又捕捉到了身后那只流浪狗的声音，哼，要不是他身上同类的血腥味冲翻了天，我也就信了他的鬼话。阿拉斯加回复他杀了我吗？这么多同伴，明晚就送他归西。两只狗的对话让我不禁沉思。我点开林医生的账号，他确实打击过很多次狗贩子，每次他都能精准找到狗贩子经过的地方，打开直播将他们拦截，有时还会被狗贩子动手打伤。最后经过一番搏斗，他救下车上即将被送去宰杀的狗，其中有主人的狗则被主人接走，剩下那些没有主人的流浪狗都会进到林医生的收养基地里。但可疑的是，每一批流浪狗在更新一段时间后就不见了踪迹。再结合阿拉斯加说的话，我不得不怀疑林医生真的救了那些狗吗？林医生为了刺激粉丝，他继续问我，那你说说我会怎么死呢？我也学着他的样子翘起二郎腿回复，被狗弄死呗，这样的人渣死了也不可惜。这句话刺痛了林医生的粉丝，他们开始疯狂攻击我，弹幕上满屏都是星号，可想而知他们骂得多难听。在众人看不到的角落，林医生努力压制着上翘的嘴角，我的后台源源不断收到举报通知，看来今天的直播是没办法再继续了，与其被封号，还不如早早下播。反正只要新闻一出来，自会有人知道我今天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，舆论也会立马反转，所以不必多费口舌解释。我刚想下播，林医生突然开口道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明天直播时我会来连线你，我赌上自己的生命，向大家证明，要是我没死，你不仅要承认自己是骗子，还要把赚到的钱都捐给我们收养基地。听到打赌，弹幕更激动了，林医生一定要让他跪着向所有人道歉，说自己是骗子，道歉都算轻饶了他，这种败类就应该被绑起来抽鞭子。我已经定好闹钟，明天准时收看。我无语了，今天连线的人怎么都这么爱打赌，非要自己打自己的脸才觉得爽吗？还有，你以为自己的命是什么好东西吗？烂命一条罢了，我本来都准备放过他一马了，让他体面去世。既然他这么想找死，那我还是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吧，免得伤了他一无是处的自尊。第二天晚上，我直播间的人气比以往任何一天都高。7点，我准时收到了林医生发来的连线申请。镜头里，林医生和其他几个人蹲守在高速路口的灌木丛里，每个人都穿着黑色衣服，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。林医生小声开口，声音紧张。直播间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宠物医生林医生，我正在蹲守一辆狗贩子的车。据可靠消息，他们7点10几分就会下高速，到时候我会拦截车辆，救下即将被送去宰杀的动物。不是，非要这么小声吗？狗贩子又没来，不过看在他活不过今晚的份上，我善心大发，没有泼冷水。经过昨晚的直播，我的后台全是举报信息，面临封号的风险，林医生反而涨了几万粉丝。今天直播间的人都是来看我翻车的。林医生转头对我说道，你还有10分钟时间后悔，怎么样，要不要主动求饶？我摇摇头拒绝了，我的狗就是被林医生救回来的，他真的是大好人，不像某些人只会动动嘴皮子骗钱。林医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我们等着你打脸这个主播，支持林医生，我已经准备好举报这个骗子了。看着弹幕，林医生有意无意的勾起嘴角，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等我处理完狗贩子就来处理这个骗子。我笑了，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出声，死到临头还想着给自己涨粉。就在刚刚，我通过林医生的镜头看到他身后不远处有几个不易察觉的反光点，是一群流浪狗，他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一直跟着林医生了，而宠物医院那只阿拉斯加也混在其中。10分钟后，高速路上出现一辆大卡车，直播间的网友按捺不住了，快快快，车来了！林医生一定要成功拦截住这群狗贩子，赶紧去啊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林医生却十分淡定，别急，等他们下了高速路口，我们就立马冲出去。大家一定要把直播间分享出去，打破信息茧房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没点关注的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救狗的后续视频都会发在这个账号里。比起救狗，他好像更在乎直播间的人气。我打断喋喋不休的林医生，别管你的家人们了，货车已经下高速口了。林医生没好气的瞥了我一眼，多管闲事，你还是先想想自己一会怎么办吧。只见他熟练的把手机放在胸前，确保能拍到所有画面后，带着几个人冲了出去。一靠近，我就听到车上此起彼伏的惨叫声，疼，好疼，救命，谁来救救我们，好疼啊，我要不行了。车上动物的数量绝对在500只以上，但这辆车只是小型货车，可想而知里面是怎么样一幅场景。小动物们只能一个踩着一个，一个叠着一个，挤在狭小闷热的空间里，处于底层的只能活活被挤压，被踩死。林医生带人挡在车的必经之路上，狗贩子不得不停车。车上下来一个5大3粗的男人，林医生上前进行交涉，要求男人把货车转交给他们，但男人态度嚣张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有本事你报警抓我啊！你再拍摄吧，我还要告你侵犯我的肖像权。听到这话，其他人不由得情绪激动，痛斥狗贩子的行径。狗贩子暴怒，毫无征兆地给了林医生一巴掌。这一巴掌直接给直播间的人气带来了新一轮的猛涨。林医生捂着脸，粉丝们都快心疼坏了。周围有人大喊：“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就在赶来的路上。”听到报警，狗贩子脸上露出一丝恐惧。他只是一个小喽啰，没必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。他转头准备逃跑，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一声令下，几个人冲上前抓住想要逃跑的狗贩子，把他摁倒在地。剩下的人走到货车后面，打开车厢，随着林医生的行动，摄像头拍到了货车内部的景象。
我也听到了他们的声音，有人来救我了，太好了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我们得救了！看着他们眼睛发亮，努力想要站起来逃离的样子，我别过了头，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，等待他们的不是救赎和希望，而是下一个地狱。就在这时，狗贩子突然暴起，挣脱开束缚，朝着黑灯瞎火的山里跑去。林医生不得不带上众人去追，镜头摇晃的厉害，天太黑了，已经看不起周围的情况。跑了好一会，所有人都体力不佳，气喘吁吁，速度也慢了下来。有人提议，别追了，跑了就跑了，只要救到狗就行。林医生假装叹了口气，勉为其难地同意了。就在所有人往回走时，我又听到了那只阿拉斯加的声音，趁着现在开始行动。没过多久，所有人都听到一声惨叫，啊，哪来的死狗啊！救救我！听到这，林医生的脸色不可察觉地变了。很快，他催促众人快些离开，但一转身，阿拉斯加咬着狗贩子的大腿，将他拖到了林医生的面前。他身后还躲藏着好几只狗。有人眼尖认出了这只狗，林医生，这不是你养的阿拉斯加吗？怎么会在这？听到这话，狗贩子开始大叫：“他妈的林青科，剧本里没有狗咬老子这一出啊！曹，你快点让他放开我！”周围的人疑惑道：“什么剧本？”林医生摇头否认：“你们听错了，走吧，狗贩子已经抓到了。”接着，他赶忙上前，附在狗贩子耳边，让他别乱说话。然后他大声呵斥阿拉斯加松口，但阿拉斯加并没有听他的，反而咬得更狠。躲在草丛里的几只狗也走了出来，呲着牙对狗贩子发出低吼，眼看着就要扑上来。狗贩子慌了，尖叫着连连后退。林青科，你他妈的害我！说好只要陪你演戏，这批狗就能进屠宰场，你他妈不守信用啊！别咬我！所有人再怎么迟钝也反应过来了，这一切都是林医生自导自演的，现场热闹，直播间更是热闹。我靠，是假的！那些狗救下来还会被送去屠宰场，所以一切都是剧本，把我们当傻子。我有点懵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林医生，你赶紧解释一下。我不经意拱火，林医生，你说句话呀！林医生有些急了，你别胡说，谁和你说好了演戏？你是狗贩子，我和你根本不认识。接着他指着我说，是你故意和他们勾结，想要陷害我。我翘着二郎腿，当然不是我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自己清楚。哦，对了，小心你的阿拉斯加哦，他说你把他的朋友全都抽血扒皮，最后卖给了狗贩子。他蛰伏在你身边忍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今天报仇。林医生还想反驳，但他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因为阿拉斯加正流着口水朝他走来。肥波，你要做什么？阿拉斯加低呜着，所有的狗都停下咬狗贩子，慢慢把林医生围了起来。其他人被这阵势吓跑了，只留下林医生一人。不一会，山里响起了林医生的连连惨叫，其中一只冲着林医生裆部狠狠咬下。我捂着眼睛不敢看，真是的，羞死人了。下一秒，直播间因为血腥暴力被封了，但早有网友提前开了录屏，将这一切打码发在了平台上，评论区炸了。爱狗人士林青科翻车了。我之前还去过他的收养基地当志愿者，确实有狗过段时间就会消失不见，不知道去哪了。明面上救狗，实际和狗贩子合谋，这种人被咬死都不足惜。听说他还跟别人打赌，结果那个宠物沟通师说的话全应验了，神级反转啊！几天后，媒体发了一则新闻，金山市发生一起流浪狗伤人事件，其中一男子林某科因失血过多而亡，有人发现死者就是林医生，脚突死，走狗烹。有人站出来透露，林医生早已和当地的狗贩子暗自勾结，每次都会上演救狗的场景，用来吸引流量。他运营手段高明，影响力巨大，在当地已成地头蛇一般的存在。只有配合林医生表演剧本的狗贩子，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作恶。而最后被林医生收养进基地的狗，转头就会卖给狗贩子。同时，林医生利用网友的同情，每次直播都能赚取高额打赏。更有人扒出，林医生根本没有职业资格证，宠物医院也只是他用来遮掩的幌子。整个灰色产业被挖出，众多狗贩子被有关部门打击，受伤的动物已经被其余爱心组织接收。这件事引起许多人关注，整整1个月都热度不减。有网友后知后觉发现，我那天说的话全都是真的。我也借此火了一把，但我没有太关注这些，只是换了个账号，继续进行我的宠物沟通直播。我的故事还在继续。